今日係我哋青森東京遊嘅第3日，琴晚因為搭夜機到青森，所以冇喺機場租車。今朝一早喺酒店食早餐，呢間酒店雖然只係600幾港幣一晚，但係已經包埋早餐，真係幾抵。食完早餐，我哋就要搭火車去新青森站攞車，由東橫線搭車去到租車公司，大約係要25分鐘。原本想攞完車再揸返過嚟酒店攞行李，但係因為想爭取時間，所以我哋都係推埋行李過去攞車。雖然我哋喺日本多數都係自駕遊，但係搭火車都唔係太複雜，因為佢啲售票機都有中英文選擇，仲有自動找續，最好就係買張記 pass 或者 IC 卡就更加方便。其實日本啲火車同地鐵都幾靚，所以通常都會同佢哋打下卡。話咁快就到咗新青森站，由火車站行去租車公司，大約都係幾分鐘。今次我哋租咗5日車，大約係港幣2000幾蚊。如果喺香港租，多1倍價錢都唔止。辦咗手續，攞咗車，我哋開始出發啦。今日青森第一個景點，我哋係會去學之舞橋，由租車公司揸車去學之舞橋，大約需要1個鐘。一路揸車，一路欣賞沿途嘅風景，都係一件賞心樂事。喺沿途離遠望見一座好靚嘅雪山，所以我哋就將架車泊埋一邊，喺度影下相先。原來呢座山叫做岩木山，係日本青森縣弘前市與西津輕郡澤町嘅成層火山，標高1625公尺，從津輕平原嘅任何地方都可見到嘅青森縣最高峰。山頂由岩木山、鳥海山、岩鬼山嘅山峰所形成，因為佢有圓錐形嘅山容，所以亦被稱作津輕富士山。好靚喎！呢度唔得泊低架車，呢度泊車。差唔多去到學之舞橋附近，經過一個公園，見到好靚嘅櫻花道，於是我哋又泊低咗架車，去欣賞下呢啲開得好燦爛嘅櫻花。當然又可以喺度打下卡啦。得，先影咗。冇影低個車牌喎。離開呢個公園，再前行幾分鐘就到達學之舞橋。青森嘅景點學之舞橋位置喺學田町，係一個人口僅約有13000人嘅小城鎮，於青森縣嘅西側，津輕平野偏中間位置。從新青森站搭乘 JR 5能線，在6號學田站下車，約1小時就能抵達。架設於津輕富士見湖上嘅學之舞橋，係日本最長嘅木造3連拱橋，於1994年7月8日完工，全長達300公尺嘅橋梁，圓滑嘅拱形曲線設計，呈現出柔和嘅傳統建築之美。湖面可見雄偉嘅岩木山倒影，壯觀山影令人讚嘆。過嗰邊先。
喺度更加係。係啊，呢位靚啊，呢位風景非常之靚啊！好靚，真係好靚。要人嚟啦。跌落水喎！據傳以岩木山為背景嘅鶴之舞橋，外形有如飛舞空中嘅鶴一般。另外，亦有道橋者可延年益壽嘅說法，因而得名。喺鶴之舞橋嘅兩側有富士見湖公園同丹頂鶴自然公園。作為日本最長嘅木製三拱橋，鶴之舞橋橫跨喺青森縣最大嘅蓄水湖津輕富士見湖。從鶴之舞橋可以見到青森雄偉嘅自然景觀。鶴之舞橋所在嘅富士見湖公園周邊種植咗約2000株櫻花，每年櫻花開放嘅時候，都會喺黃金周時期舉行鶴之舞橋櫻花祭。沿住河邊搭上呢條小木橋，呼吸大自然嘅空氣，可以忘卻一切煩惱。坐喺小木橋上邊，再遠望呢座宏偉嘅鶴之舞橋，心中嘅感動無與倫比。呢個時候，櫻花雖然已開始散落，不過冇關係，因為今日櫻花唔係重點，重點係呢座美麗嘅橋。你想跳橋啊？黃母之橋之旅啊，結束啦！而家我哋走人啦。真係好靚啊！啲櫻花又好靚啊！真係唔捨得走啊！但好可惜，有少少背光。
不得了啊，靚到知。黎明時分，拱橋影喺湖面上嘅美景，仲有傍晚時被夕陽染紅嘅湖面與學之霧橋互相襯托嘅畫面，堪稱絕景。時間過得真係快，又係時候講拜拜。雖然個心有啲唔捨得，但係天下無不散之筵席。哇！啲櫻花靚到。離開嘅時候，沿路再欣賞下呢座橋兩邊栽種嘅櫻花樹，可以喺記憶裏面留下美好嘅回憶。睇完風景，我哋就去到學之霧橋裏面唯一一間嘅餐廳食午餐。入到裏面，發覺間餐廳裏面幾乎係冇人嘅，咁都好，可以靜靜咁喺度享受一個日本拉麵。唔好講咁多，食咗嘢先。食完嘢，又到買手信嘅時間。嚟到清心咧，好多蘋果嘅產品啊！頭先就喺呢間嘢度食晏晝。我哋下一站咧就係黃金不死不老溫泉，由呢度去大約1個零鐘頭車，係咁先。離開學之霧橋，我哋開始揸車去黃金期不老不死溫泉。雖然要揸過幾鐘頭車，但係又可以再一次欣賞下清心沿海嘅景色。我哋已經嚟到不死不老溫泉啦，個幾鐘頭啊！終於到咗不死不老溫泉，嗱嗱聲入去攞房，浸返個露天溫泉先。我未咗，係打我嗰個好似，我哋分咗間房，叫做111啊，不死不老溫泉。好大間啊，好長啊！呢個係新館啊，仲有個舊館啊嘛。隻房啊，哇，好大間，好真正，環境都唔錯。我咪望下先，睇下外邊嘅環境，哇，真係望海喎。嗰間間我都望海㗎。哇，可惜好矮咧，OK 嘅咁樣。係泡溫泉之最，要幾錢？不老不死溫泉之名，來自喺度養生就可以不老不衰之說。由於溫泉中含有嘅鐵質不斷氧化，泉水呈現幾不見底嘅深褐色，亦因為褐色溫泉富含鐵質同鹽分，所以浸完溫泉之後，身體唔易變涼，感覺舒暢溫暖。就係嗰個溫泉嗰度附近。不老不死溫泉包含室內溫泉在內，男女各有4座，每一座都係完全不斷注入嘅100%天然溫泉。嚟睇下呢邊咧，係影日落嘅。葫蘆形嘅露天溫泉係男女混浴嘅，呢個時候啲男士梗係想入非非啦，唔好咁開心住，因為佢係要穿着專用嘅衣服先可以浸嘅。女性專用嘅圓形露天溫泉就喺隔離。唔理佢喎。呢座溫泉只有喺日落時先會展現出佢最美麗嘅一面。後邊就係黃金不老不死溫泉啦。當晚霞染紅咗半邊天，火紅嘅夕陽慢慢地沉入地平線嘅時候，你浸喺溫泉裏面，就可以融入呢片如詩如畫嘅美景。拍日落，點知佢隻太陽俾人遮住咗。露天溫泉對一般遊客只開放至下午4點，所以我建議你哋
係到住一晚，喺露天溫泉，欣賞夕陽景色之後，再好好享受旅館喺近海漁獲提供嘅海鮮大餐。因為10蚊都唔使喎。哇！呢啲貴，幾蚊嘅都係，呢個嘢賣喎。呢個小商店。咩嘅？有滾湯，有流湯。不死不老溫泉裡面設有一間小商店，都有唔同嘅清新小食同禮品，可以買返去做手信。係咪啊？就係咁樣樣啊！成個蘋果咁樣啊，幾得意。呢度全部啲日本嘢都好吸引嘅。又到食晚飯嘅時候，訂房嘅價錢已包咗早餐同晚餐，都係自助餐。自助餐啊，緊要啊！而家嚟到不死不老溫泉嘅晚餐啊，一個自助餐。晚餐嘅海鮮好好食，特別推薦生魚片、烤魚同清新蘋果汁，淨係晚餐已經值回票價。州啊豬肉，呢度有一架好得意嘅出販米機喎，有冇得啊？可以任你揀幾多飯食，哦，佢真係幾得意。嗰度就有啲天婦羅啊，有啲豬肉啊、雞啊、菠蘿啊。好，第3日嘅旅程介紹已經完結，第4日嘅行程係會先途經新葡丁嘅新葡大岩，行上岩頂影下相，就會去高山渡河神社。我哋會用航拍從高空欣賞呢個千鳥居，跟住去弘前公園。弘前公園係日本國內知名嘅賞櫻景點。睇完片記得點讚、分享同訂閱是乃康抗，有你嘅支持就係我嘅動力來源，多謝。